小姐，小姐，真的不需要送你上班吗？不用了，刘叔，我自己骑车上班。哟，小满，你自行车上班肯定很省钱吧？我开的那辆宝马跳3，一个月光油钱都得1000来块钱，真羡慕你。要不你借我骑2天吧？生气什么？真是有病。小满，我周末报名了环山骑行团，没有车。之前跟你说借车，你一直不借，这次就借我一次吧，我保证骑完之后会原封不动还给你。程小满，你也太小气了吧，不就一辆破车吗？至于打电话过来？黄秋月，那辆车很贵，也不适合跑山。你现在不说了，我马上要跟不上骑行团了，没事别给我打电话。你看你这小气的样子，以后有男人要你吗？可得小心保护好这纸条。要是我这3000万的车有什么刮蹭或者损坏，这就是最直观的证据。我从来没说要借你车，你这是偷窃。我不想把事闹大，现在把车还回来，我可以当没看见。这是最后一次警告，如果你不还车，别怪我不念同人情分了。已读不回是吧？那就别怪我不讲情分了。报警吧，证据都在，应该很快就能找回来的。不用，现在报警太便宜他了，我得等他作，等他把自己作死了，让他永生难忘。这种无边界、听不懂话还喜欢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就要让他疼，让他疼到骨子里，他才能知道自己错了。周末骑行，香山如此多娇。帮我找找视频里是什么地方。喂，小满，你看黄秋月发的视频了没？看了。那是你的车吧？是。那得赶紧要回来啊！你那车那么贵，让他骑，要是给你糟蹋坏了怎么办？你忘了黄秋月的外号了吗？我当然记得。让黄秋月去复印，他能把复印机当场干报废，吐的墨汁让整个复印间像刚打完现代战争。让他去倒个水，他能表演平地摔，一瞬间让公司痛失所有玻璃杯。后来老板不得不把公司所有的杯子全换成了摔不烂的塑料杯，只要他一碰电脑，系统就崩溃，连 IT 小哥见了他都绕道走。但这都不算什么，最绝的是他属貔貅的，别人放在桌上的东西他拿走就再也没还过，搞得大家每天上班都像在防贼。后来他在公司彻底火了，大家心照不宣，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外号——黄一手。所以啊，这黄一手碰了你的车，那车还能好吗？你真能坐得住？为什么坐不住？他既然这么喜欢顺别人的东西，那这次就让他顺个大的。3200万的崔克蝴蝶，黄秋月，你千万要好好享用，千万别让我失望。秋月，你这车造型挺有型的，什么时候买的新车啊？哇，是啊，你这车一看就不便宜，得有个7、8万块钱吧？哪里啦，也就2、3万而已，哪有那么贵的自行车？那可不一定，我记得有一辆国外品牌的车能卖到3000多万呢。秋月，让我骑骑你的车行不行？感受一下你这车的感觉。可以是可以，不过我这车这么贵，你想骑的话，一会儿给我买瓶红牛。成交。哎呦我操！我不是故意的，这车太轻了，我没准备好才翻了。得了吧，胖哥，人家车轻，你的车也不重啊。你骑的可是1万多的捷安特，这车再贵能贵到哪儿去？你摔了就摔了，找啥理由？不信你们掂量掂量，我没说错，这车过分的轻，比我那捷安特轻多了。
我去，还真是，这车怎么这么轻，拿起来就跟不存在一样？那废话，这车光看外观少说大几万，别拿你们那1万多出头的车来比。那这车也不是你的，是人家秋月的。秋月啊，这车到底多少钱？你就别拿2、3万这话来跟胖哥客套了，说说到底多少钱吧。没想到你们这么懂行，这车确实7万多块钱。我去，那秋月，我刚才摔车了，你不会要找我赔吧？那我可赔不起。如果你硬要赔的话，那我只能以身相许了。都拍下来了吗？拍下来了，4K 高清，保证他们脸上的毛孔都清晰可见。包括那个胖男人把我的车摔了的画面也拍了吗？拍了，满姐，绝对全拍下来了。那就好，今天一天把他们对我的车做的所有行为都拍下来，一点也不能放过。是。黄秋月，你这车这么贵，就这么扔在路边啊？哎呀，没事儿，自行车不就是工具吗？工人也不会好好保养它的螺丝刀啊。好，工具是吧？螺丝刀是吧？拍仔细了，等会儿下山，我要让他知道这把螺丝刀他到底赔不赔得起。来来来，大家看镜头，这四明山山腰的风景仅次于山顶，咱们拍个大合照再进去吃饭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你们也长得太高了吧！要是拍最后一排的男生，我就只露个头；要是拍我上半身的话，最后挨排男生的头又看不见了。要不你找个东西垫在脚下？这样不就同时拍到我和最后一排了吗？行，聪明。来看镜头，3、2、1。小满，今天玩得很开心，谢谢你的车。开心是吧？姐姐让你再开心一点点哦。您好，这里是110指挥中心。同志，我要报案，我有一辆自行车不见了。这里有没有一个叫黄秋月的女士？秋月，叫你呢。我是。外面那辆长得像蝴蝶的自行车，是不是你的？是。啊。你这车是怎么来的？警官，我的车子怎么来的，就跟您没关系了吧？反正那车是我的就好了嘛。我们接到报案，有人说他的自行车被偷走了，车上有 GPS， 我们跟着 GPS 导航过来。我现在重新问你一次，这车是怎么来的？这车确实不是我的，是我同事的，但我没有偷，我是借的，而且我也给他说过这事儿了，这里肯定有什么误会。那你现在给你同事打电话。我是个很大度的人，绝对不是在报复他之前对我的消息已读不回，只是人在外面没有 WiFi， 不能乱花流量，毕竟要勤俭持家，不能乱花钱。小满啊，我这里突然来了执法队，是怎么回事？他们说是我偷了你的车啊！咱们是同事，哪有什么偷不偷的？我是借的车，你赶紧跟执法队同志说一下，就说都是误会。哎呀，手滑，点特别关，不小心点到拉黑啦。小满，你快回信息啊！
执法队同志，我现在联系不上我同事，要不你们过一段时间再来吧。我一联系上他，就让他主动联系你们。既然你联系不上，那我们就联系报案人，看看他怎么说。您好，程女士，我们找到了你的车，在四明山的一家民宿里。骑这辆车的女人声称是你的同事，她说这车是你借给她的，你记得这事儿吗？不记得啊，他什么时候跟我说过？既然这样，你来一趟民宿吧，我们在现场面对面聊。好。小满，你可算来了！你赶紧跟执法队同志解释一下，执法队同志以为我偷了你的车。我们确实是同事，但我从头到尾没说过他可以把我的车骑走，他就是偷车贼。执法队的同志没有误会。不是你胡说什么呢？我跟你说过了。什么时候？在锁下面给你留了纸条啊。什么锁？你的车锁啊。我的车锁怎么了？该死！要是再说下去，不就等于当着执法队的面承认是我撬开锁把车骑走的吗？执法队同志，不管怎么样，现在能看得出来我和这辆车的车主认识了吧？说明我不是偷的车，只是借的，中间有了些误会而已。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，既然现在你车找到了，那我们就先收队了。想拍拍屁股走人，做梦。执法队同志，车现在确实找到了，但车已经有了损耗。程小满，你别得寸进尺，我不就骑了一下，能有什么损耗？你看，这里磨掉了一大块涂装，还有这里也掉了不少涂层。最重要的是这里已经产生变形了，这个部件跟车身是一体的，没法更换。这辆车已经留下了暗病，就算以后还能骑，也骑不了多长时间了。我的车被他折腾成这样，总归他得赔吧。确实，看起来像是今天新蹭的伤口。赔钱就赔钱，不就几千块钱吗？我赔得起。哼，不就是要钱来的吗？那片伤是今天我不小心蹭掉的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就算秋月你不让我赔，我心意上也过不去。修车的钱我出一半，这样行了吧？我也骑了那辆车，我也给秋月凑钱。秋月啊，你这同事也太小题大做了吧？明明就借一下自行车，至于报警来吗？你说吧，多少钱？现在我就转给你。转完以后，让人家执法队同志早点回去，别再浪费人家的时间了。确实，不能让人家执法队同志再浪费时间了。具体有什么毛病，刚才也跟你说过了。车子主体框架已经变形，就算能骑也骑不了多久了。行了行了，别废话了，爽快点。既然这样，我也不讹你，你就给个2000万就行了。开出什么高价？顶多几千块，小事一桩。果然，2000块而已，随手就能拿出来。等等，不对，他刚刚说的好像不是2000块。多少？2000万！程小远，你想钱想疯了！你敢当着执法队同志的面敲诈我？
妈呀，大姐，你穷疯了！真把秋月当 ATM 机使了？你这什么破车敢要2000万，把人当傻子骗呢？就是 ，M 果人见了你这漫天抬价的作态，都得自愧不如。要都按你这么狮子大开口，普通人辛苦一辈子劳作的收入都不够赔你的。程女士，你好好说，不要乱报价格，你这是敲诈，是违法的。给他。喂，大家别被他骗了。我和他一起工作了半年，他天天骑着这破自行车上班，我可从来没见过他开车来。我看啊，他根本就是租的车，请的演员。只要咱们相信了，真赔了他钱，那他就能直接把骗咱们花的钱赚回来了。都是假的，大家千万别信。你好，要一杯冰美式。进口货物报告单、装箱单、提运单、进口合同、产地证明、增值税专用发票、进口关税缴纳证明。查查增值税发票和关税的识别号，对不对？税票一般做不了假，只要税是真的交了那么多，那这车就真值这么多钱。小王，帮我系统里核验几个税控和报关单识别码，记一下。程小满。我这辆自行车的名字叫崔克蝴蝶，全球限量10台，国内只有我这一台。当初我在 A 国买的时候花了3200万，进口回国内又交了600万的税。现在这辆车车价变形，寿命折损，我只问你们要2000万，已经是非常低的价格了。希望你们能凑得上这笔钱哦。装神弄鬼，你以为你说多少就是多少？少在这儿吓唬人！小李，核对清楚了，这些单据进口的确实是自行车，商品名叫崔克蝴蝶，总价格3200万，3424万的13%增值税，差不多440多万，所以一共交的税确实在600万左右。这2张发票上的数额完全正确，这些发票都不是伪造的，货是真的。居然真的值这么多钱！这是我这辈子喝过最苦的东西，还挺令人着迷的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骑着一辆3000万的自行车上班？一个月才4000块钱的工资，你这么有钱，你上什么班？这是假的，对不对？这执法队也是你花钱找来，演戏骗我们的！我没事干，来体验生活啊。
如果你对我们的身份有什么疑问，你大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查询真伪。真的，全都是真的。执法队是真的，豪车是真的，这辆3000万的自行车也是真的。接下来，咱们谈谈赔偿的事吧。2000万，你们打算怎么结算？我可以要黄金，但不要钻石，这玩意儿不值钱。房产也可以，我认识很多私产评师，现在就能请过来。当然，如果你们能凑出来现金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尤其是你，你刚刚不是还拍着胸脯说要替黄秋月赔1半吗？1000万，转账还是房产？不要想着逃避或者耍小聪明。今天你们对我的车所做的一切，都被我用摄像机录下来了，4K 高清的，你们是跑不掉的。你们今天一共有9个人碰过我的车，就算平分，每个人也要给我2222222。这笔钱日后我会让律师跟你们商讨如何还款。别怪别人，要怪就怪黄秋月吧，是他害了你们。胖哥，你摔的车那一下蹭掉一大块涂装，你自己认了的。你当时说什么来着？我一人做事一人当。现在真要你赔钱你就怂了？你一个大男人说话跟放屁一样。黄秋月，你摸着良心说话，要不是你偷了人家的车，我他妈能碰得到他？你怪我？我逼你骑了吗？是你自己凑上来求着要骑的。我当时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你想骑也行，给我买瓶红牛就行。你自己说的成交，那时候你怎么不嫌车贵？怎么不问车是哪儿来的？现在出事了就全赖我，你甩锅甩得比谁都快。你他说的的确是事实，是我自己贪心，一听说能骑好车，就眼巴巴的凑了上去。秋月，就算胖哥有责任，但这事儿根儿上还是你的问题。你早上跟大家说的是车是你自己的，还说就2-3万。要是我们知道这是偷来的车，打死我们都不会碰。现在人家车主找上门了，你不能把大伙全拖下水。我拖你们下水？你骑没骑？你摸了没？你在旁边起哄架秧子的时候，怎么不问清楚这车是谁的？现在跟我讲不知道，你当执法队的人是傻子，还是我是傻子？黄秋月，你别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？他刚才说的清清楚楚，9个人每人222万，你们谁也别想跑！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要是你们一个个都装死，想让我一个人扛，那我就上法院告你们共同侵权，谁都跑不掉。还有你早上拿我车拍了多少张照片？发视频配屏配文，今天的快乐是骑行给的，你自己翻翻那条还在不在？现在装什么受害者？黄秋秋，你真是疯了！我疯了？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这事儿谁都别想撇干净。他的车是你们大家一起糟蹋的，大家一起赔。他说了，一个都不会放过。黄秋月，你闭嘴吧！你偷车害了所有人，现在还有脸在这叫？你冲我吼什么吼？有本事你去找他呀！你刮坏了他的车，你冲我发什么火？200万，老子哪里拿得出200万？都是这贱人害的。你敢打我？你们都看见了，他打我打你怎么了？我今天被你害得要倾家荡产，我儿子下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，
你还有脸在这叫？你刚才说要告谁共同侵权？你再说一遍，你偷车你还有理了？黄秋月，这个害人精，你把老子一辈子都毁了！我凭什么要替你的虚荣心买单？亏我们把你当朋友，你居然挖这么大个坑让我们跳！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全家！不要脸的骗子，赔钱！今天你不把这笔债解决了，你别想走出这个门儿！冷静点，都往外退！冷静点，都往外退！我没有。有人员晕倒，叫救护车，快送医院！指挥中心，五里峰民宿发生肢体冲突，有人昏迷需救护车，并申请增援。现场有多名涉案人员需带回所里。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。坦诚地说，其实我根本没想真的让那些骑友赔钱。那些人说到底跟我没什么关系。我当时说要让他们每人平分200万，只是为了吓唬吓唬他们。这就对了。如果这事最后真的闹到同时向9个人索赔2000万，那情况可就太复杂了。你主动放弃对他们的索赔，也省了我们不少调解的工作。不过我有一个要求，我一定要让黄秋月赔偿，而且我绝不接受私下和解。看看，没问题就在右下角按个手印儿。程小满，你和黄秋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从昨天开始，就有执法人员和记者一波又一波的往公司里跑，一来就点名要问你和黄秋月的事儿。还有，黄秋月怎么还躺进医院里了？这些事情你今天必须一五一十的跟我说清楚。现在公司因为你们俩闹出的动静，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舆论危机，我必须得知道实情，才有办法应对。钟经理，事情是这样的，黄秋月他私自拿了小满的车钥匙，把车推走借给骑行团，结果在路上被那些人把车给剐蹭了，还引发了斗殴。就因为一辆自行车，你们就闹得整个公司上下坐立难安。你们知道，因为这件事儿，昨天咱们公司的股价下跌了5个百分点，市值足足蒸发了500万，就因为你们这点破事儿。但那辆车真的很贵重哦。贵重？一辆自行车再贵，又能贵到哪里去？几千，还是几万？差不多，那辆车3200万。什么车能卖3200万？这是买车时的票据，你可以看看。这居然是真的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这平凡的涉毒生活终究是体验不下去了。老钟，我要辞职了。
离职这件事对我而言从来都只是通知，而非商量。秋月，秋月，你听我的，待会儿他来了，你别跟他硬刚。你现在这样子多可怜啊！他只要还讲一点人情，看见你躺在病床上，浑身是伤，怎么着也得心软吧？待会儿你哭，你使劲哭，哭得越惨越好。我哭不出来啊。想点伤心事儿啊！你不是说你爸妈过年都不让你回家吗？就那事儿，一想不就能哭出来了？你就跟他说，你也受了这么多苦，骑行团的人把你打成这样，他也该出气了，就别再揪着赔偿不放了。你态度放软一点，先道个歉，说小满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她一个女的，总不能跟躺在病床上的伤员较真儿吧？能行吗？程小满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铁石心肠的很。他再铁石心肠也架不住你哭啊！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他不松口，你至少能把姿态摆出来。回头闹到法庭上，你还能跟法官说你积极认错，态度诚恳，是他程小满咄咄逼人，不肯谅解。法官最吃这一套了，懂吗？行，我听你的。待会儿他来了，我先出去，你们俩单独聊。我先跟他打个照面，帮你铺垫铺垫，就说你这几天躺在病床上，天天哭，说对不起他，后悔的睡不着觉。他听了能不心软吗？好，丽丽，还是你靠谱。后悔的睡不着觉，那正好，我一向喜欢让人如愿以偿。秋月，我来看你啦！该死，这贱人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他绝对是来看我笑话的。哎呦，小满你来了！秋月这2天一直念叨你呢，说特别对不起你，真的，他天天哭，眼睛都哭肿了。你看他现在这模样，多可怜啊！那是心疼我的钱。那我走了。小满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那天是我脑子一热，没想那么多。你看我现在也被人打成这样了，该受的罪也受了。你能不能大人有大量，饶我这一回？眼眶还真红了，也不知道是装的，还是王丽丽教她想伤心事起了效果。什么时候还钱？快哭！你看我这样，像是有钱还你的样子吗？那卖车怎么样？你不是有一辆宝马 X3 吗？程小满，你这么有钱，就不能放过我一次吗？谁知道你的车那么贵？我要是早知道，我怎么可能骑你的车出去？你平心而论，这件事你就没有错吗？你扯远了，我是来要你还钱的。不是，你都能放过他们了，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？我们好歹也是在一起上班的同事，情分总该是有的吧？小满，我说句公道话啊，
秋月是拿了你的车没错，但他也挨了打了，住院住了这么多天，医药费花了好几千。这事儿一码归一码，他受的罪你也看见了，差不多得了，何必把人往死路上逼呢？看着他们一个歇斯底里，一个唱红脸帮腔，真是有趣。周五下班前，你曾经来问我借车，我有没有明确告诉过你不借？既然我不借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，撬别人的锁，骑别人的车走的？我留了纸条的。留纸条就是借？那我明天去你家门口贴张纸条，上面写我借你家房子住2天，然后把你家门锁撬了住进去，这也算借吗？这件事说到底是你自己太自我，太喜欢把别人的东西当成是自己的，还不知道爱惜。别人不愿意惹你，我可不怕。你是个成年人，应该明白，人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程小满，你差不多得了啊！秋月都被你害成这样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那么有钱，少这3万能死吗？我们秋月1个月工资才4000，你让他拿什么还？你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？他1个月4000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撬我车锁的时候，可没想过我1个月也只有4000。怎么，他自己穷就能偷别人东西了？那你明天去银行跟柜员说你1个月4000，你是不是也能直接拿2捆现金走啊？程小满，你听好了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。那你就抽空去牢里坐会儿吧。那我就去坐牢，反正我不会给你钱。既然这样，那也行。不是，你不要那300万了吗？我要是坐牢了，你也拿不到钱，不是吗？我根本不缺这点钱。小满，我同意了，我同意给你300万了，你回来，你快回来啊！别走，我答应你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，求求你别走。你同意了对不对？你回来了，你肯谈了。对，小满，你快坐下来，咱们好好商量。秋月她真的知错了，你看她都答应了300万，1分不少。这件事儿就算翻篇了，行不行？以后咱们还是同事，还是朋友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你过来坐，我们好好说。300万，我真的给你，让我怎么凑我就怎么凑，买车卖房都行。300万？你刚才不是铁了心要坐牢吗？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。这句话谁说的？是我幻听了？我那是一时气话。气话？那王丽丽呢？你刚才不还说什么你那么有钱，少这300万能死吗？这话也是气话。小满，我那也是着急了，我也是心疼秋月。你看她现在都伤成这副样子了。你心疼她，那你替她把这300万出了呗。你俩不是好闺蜜吗？她偷车你帮腔，她住院你来赔，现在轮到掏钱了，你怎么不心疼了？小满，你别为难丽丽，300万我自己出，我砸锅卖铁也出。
你相信我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这几天躺在病床上，天天想，天天后悔。你后悔什么？后悔偷了我的车，还是后悔骑出去被抓住了？都后悔，我真的后悔了。你饶我这一次行吗？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他每一次认错，都只是换了一副面孔，换了一副说辞，骨子里那股只要我先低头，你就该原谅我的强盗逻辑，从来就没变过。秋月，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说了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赔钱，这件事就结束了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都不是因为你真的觉得对不起，而是因为你发现不低头你就要坐牢，是因为你发现那辆车值3000万，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如果今天来的不是他们，如果那辆车只值3000块，你还会说这些话吗？你不会，你会像以前一样撬了锁，骑了车，弄坏了，然后拍拍屁股说同事之间计较那么多干嘛？而你，王丽丽，也会像以前一样在旁边帮腔，说秋月又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他这副可怜相底下藏着的是同一颗永远不会真正认错的心。300万，不管你能不能凑得出来，都要坐牢了。从我报警的那一刻起，这件事就已经不是钱能解决的了。你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不要坐牢，我不同意！我明明答应了赔你钱。你同不同意不重要，检察官同不同意，法官同不同意，那才重要。而且，你觉得我像是差这300万的人吗？程小满，你疯了吧？秋月都答应给钱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非要把他送进去才甘心？你还是不是个人？他把车弄坏，他赔钱就是了，你凭什么还要他坐牢？凭他撬了我的锁，骑走了我的车，造成了3000万的损失。根据条款，交由司法机关处理。你也是成年人，应该知道偷东西是不对的吧？那你之前还说300万就翻篇了。我说的是这样吧，你也别还我2000万了，你给300万，这件事就翻篇了。我说的是翻篇，但我改了主意，不可以吗？不要坐牢，我不要坐牢。小满，程小满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丽丽，你帮我求求他，丽丽，我不想坐牢啊！小满，小满，你等一下，我不要坐牢，我不要坐牢啊！别哭了，别哭了，丽丽，你别哭了，我再想想办法，我再帮你想想办法。他不是没想过和解，准确地说，从他知道我真的不差那300万开始，他就已经慌了。小满，秋月真的知道错了，他愿意卖车、借钱、写欠条，求你高抬贵手，别把事情做绝。只要你放过他，300万他就是砸锅卖铁也还给你。可惜，事情走到这一步，早就不是他想不想翻篇的问题了。我花了70万，请了一个国内最擅长解决民事纠纷的律师来打官司。周律师做这行20年，见惯了各种大风大浪。他一开始以为我请他来是为了把赔偿尽可能往高了打。程小姐，如果把后续的损失做扎实，我们有把握让对方吐出最大额度的赔偿金。赔偿可以不要。审判长，我方并不执着于对方的经济赔偿，我方需要强调的是，被告黄秋月主观恶性极深，
边界意识严重缺失。被告在实施盗取行为后，不仅拒不悔改，反而明知涉案车辆贵重且不适合山路骑行，仍持续放任他人接触、摔打、踩踏，最终造成严重的后果。这并不是一起普通的同事借物纠纷，而是一次主观上明知越界，客观上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。因此，我方希望法庭从重考量，让被告获得足够深刻的教育和改造。这原告真狠啊，连钱都不要了，就为了送人进去坐牢，这得是多大仇啊！程小满，你竟然宁可不要钱，也一定要毁了我！被告在事发之初曾试图以一时糊涂为由推卸责任，但证据显示，他撬锁、留纸条、拒接电话、虚告车辆归属，甚至放任多人使用，每一步都有条不紊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已经受到教训了，是他得理不饶人。审判长，我方再次声明，我方可以不要被告的任何金钱赔偿。程小满，你这个疯子，你就是个疯子！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？你凭什么这么整我？你非要把我往死里逼是不是？我不过是骑了你一辆自行车，你就毁了我一辈子！你不得好死！肃静，被告控制情绪，否则将采取强制措施。因被告情绪失控，法庭秩序严重受干扰，现在宣布休庭，择日重审。后面的事情推进得很快，为了把车辆损害程度做实，我又花了40万油费和相关手续费用，亲自把那辆崔木蝴蝶送回了 A 国总部做定准。你快看这新闻，崔特蝴蝶案那个当事人居然把车空运回 A 国总部去定损了。真的假的？光油费就花了40万，这人是不是钱多烧的？这也太离谱了吧！你懂什么？那可是崔特蝴蝶，全世界有钱都不一定买不到。程总，总部那边的检测结论出来了，车身碳纤维框架多处断裂，微晶科技涂层彻底损毁，无法修复。是的，总部说这辆车已经等同于彻底报废。这张报告单很薄，但它的分量很重。送去给周律师，告诉他可以收尾了。本院认为，被告人黄秋秋主观恶性极深，其盗窃行为导致涉案财产毁灭性损坏，后果严重，且事后无悔罪表现，根据条款交由司法机关处理。小满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放过我吧！救命啊！放开我！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都落在那份无法修复的报告单上。从他拿着液压剪走进地下车库那一刻起，他骑走的就不只是一辆车，他骑走的是他自己的人生。现在事情闹成这样，公司终于也开始算账了。只是这笔账，黄秋月大概也没机会慢慢还了。我忽然想起自己最开始来上班，不过是为了体验生活，顺便锻炼身体。结果最后班是不上了，车也没了。想了想，我还是觉得有点亏。算了，干脆以后走路吧，走路也挺好的，至少不会再有人偷我的车了。